大家好，我是咪咪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今天我想要来做汤种米面包。今天我准备的米谷粉是加实的白米米谷粉。面包它比起饼干或蛋糕，如果使用的主要粉类的种类或是牌子不同，它会有比较明显的口感的差异。这一点可能需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。今天需要准备的粉类总共有3种，主要材料是加实的白米米谷粉，总共需要230克，以及杏仁粉25公克，还有木薯粉25公克。那我们先把杏仁粉和木薯粉过筛到白米粉里面。过筛完成之后，我们把粉类混合均匀，混之后在中间挖一个洞。下一步的话，我们需要准备速发酵母，总共需要4公克，细砂糖25公克，还有盐5公克。把糖倒到中间的洞里，还有酵母，盐撒在外侧。下一步来做汤种面包最重要的汤种，我们需要水230公克，还有片粒粉或是木薯粉15公克。那因为刚好我的木薯粉只剩下7公克，所以剩下的8公克我用片粒粉来代替。如果你只有片粒粉或木薯粉的话，就选其中一种，量15公克就可以了。开中火，把水倒入锅子里面。然后把我们的粉加进去，拿一根汤勺把粉搅拌均匀。制作汤种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，就是必须要不断的搅拌。我们要搅拌到它变得很浓稠，有点像麦芽糖或是麻薯的感觉。然后这个水要把它煮得变成透明的。现在汤种已经逐渐接近透明的状态，还有点稀，我们再煮一下。这种时候怕烧焦，可以先调成小火。像这样子呈现半透明，滴下来很像麻薯的状态，就可以关火。准备一条湿抹布，把做好的汤种先移到抹布上，让它冷却。因为如果汤种超过65度加进去，酵母会死掉。最好是冷却到30到40度，用手摸微温的程度，我们再来混匀。汤种已经放到微温的程度，它冷却之后会呈现更加透明，而且更加粘稠的状态。把汤种加入刚刚准备好的粉类盆里，因为煮好的汤种比较黏，可以用刮刀刮。接着把汤种跟粉类一起拌匀，拌匀的时候感觉汤种就很像在切麻薯一样的触感。我们需要把这些材料捏成团的程度。现在搅拌成团了，我们需要再准备15公克的植物油加进去。使用电动打蛋器，用低速把油和面团搅匀。把面团都给集中到中间，搅好的面团会像这样子，手指拍上去不会粘住。下一步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很重要的器具，这一个喷雾瓶。我们需要在面团上面喷水，让它保湿，避免太干。
在面团上喷完水之后，取一张保鲜膜盖住，将面团静置发到 1.5 倍大做第一次发酵。保鲜膜要尽量的和碗贴合，避免接触太多的空气，让面团的表面太干。面团现在已经差不多 1.5 倍大了。面团第一次发酵完毕，把它搅拌一下，让气排出来。我准备了容量大约1公升的长方形模具，把面团填进来，把面团铺平，表面再喷一次水，用保鲜膜盖起来，静置大约1小时，让面团长到大概 1.5 倍大。现在发酵到 1.5 倍大了，先将烤箱预热，放进烤箱之前，在上面再喷一层水。我们今天要用180度烤大约30分钟，到表面有金黄上色就可以取出来了。面包出炉之后，把它移到网架上放凉。烘烤完成之后的面包是硬脆的外壳。把面包切一半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侧面，捏起来是十分 Q 弹的手感。切一小块来试试看看，面包压起来是十分有弹性的。那底层跟表面都是金黄酥脆的感觉，撕开来的时候感觉十分的柔软，外壳稍微硬一点，里面像是比较 Q 弹感觉的面包，外皮的话有点像法国面包的感觉。今天做的汤种面包，因为没有加牛奶跟蛋，油也加的比较少一点，所以吃起来是偏欧式面包的感觉。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做面包的时候避免发糕的小诀窍，除了米粉之外，可以再加一点含有油脂的杏仁粉，口感更加 Q 弹的木薯粉，来避免掉那种发糕的口感。用米谷粉为主体做面包很容易变干，所以保存方式的话，就是取保鲜膜把它包起来，然后放到冷冻里面。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到室温退冰大约半小时，然后放入烤箱加热之前，可以在它的表面再喷一点水，让它比较不会那么干。尤其是这个切面的部分，记得要保鲜膜要包好，不然它放在室温可能半小时1小时，表面这边就会开始硬掉。如果你也喜欢制作无麸质的烘焙点心，欢迎点击我的头像，收看更多的无麸质料理影片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